我家张大铁英语能达到标准，入学国际学校。大胖媳妇最近死了。最近呢，我们在想是不是应该把张大铁弄到翟耀达的学校上小学。大胖媳妇就带着张大铁去学校见了一面，聊完学校说，以张大铁现在的英文水平不符合入学标准。与此同时呢，我家还有个事儿，就是大胖媳妇前2天检查出来高血压，控制不好的话其实挺危险。然后那天温迪给我打电话，我就跟温迪用英文说，我说张大铁这英文太差了，我都够愁的了，现在大胖媳妇更愁，那血压我都怕他死。张大铁听不懂英文，问他姐妈妈在说什么。翟耀达把各种信息混合一翻译说，妈妈说你的英语太差了，爸爸因为太愁要死了啊。张大铁是个心思挺重的人，这话还真往心里去了。几个小时之后，俺全家一起看电影，看一会儿大胖媳妇就睡着了。你们见没见过那种呼吸暂停症？大胖媳妇就这样，打的时候特别响，打着打着嘎一下就停了。翟耀达问爸爸是停止呼吸了吗？张大铁愣了1秒钟，想起了爸爸是因为愁什么事儿要死，忽然开始了抢救。Are you? I'm fine, thank you. Are you? Happy New Year. But also apple pear. 当他爸听到 banana 的时候，居然嘎一声活过来了。Banana. 翟耀达就骗张大铁，爸爸本来对这个世界已经失望了，一听到你说的英文，魂儿就回来了。我以为这个事儿吧就骗一次就得了，没想到翟耀达有别的心眼儿，他一心就想让弟弟跟他上一个学校，正愁张大铁不学英语过不了面试呢，发现这招好使，将计就计，没事就让他爸走一回，还给张大铁恶补英语，还得上难度。现在开始让张大铁背全套的英文自我介绍。张大铁快放学的时候，翟耀达过来跟他爸说，你一会儿再走一次。快点，又不行了，爸爸喘不过气儿了，快点，要不行了。说呀。Hello, my name is Natty. I am almost 5 years old. 没想到大胖媳妇作为人民教师，听到儿子语法有错误没控制住自己，显灵了。I am born in Tianjin. West. 这么晚刚才。然后今天我妈来北京来俺家，张大铁一下给我妈整懵了。快亲亲姥姥，哎呀，今天你都干什么了？我今天上幼儿园，然后放学还有游泳课，然后我回家的时候爸爸就死了，然后我用英文自我介绍，然后我们一起吃的晚饭有鸡翅。你说啥呢，拿铁？怎么了？就是爸爸死了呀。怎么回事？然后我就用英文自我介绍，然后我就吃晚饭了。那鸡翅老好吃。我妈吓坏了，赶紧去看大胖媳妇，发现活的挺硬实，刷手机呢。尤其最近特别爱逛移动爱购，中国移动背书的数字生活平台，上面流量话费还是 AI 进货，品质好物都有，品质保证，货真价实，花话费怎爱豆，可以在商城中抵扣，真是实惠又划算。张大铁对失去父亲这个事儿已经出现焦虑症状了，总感觉好像要出事儿。今天都没有人骗他，他爸就是下班睡着了，今天只是没打呼噜。张大铁以为他爸都走透了，上去直接就背翟耀达1年级课文。I have a dog. His name is Mom. He's really fat, and his tail is red. 哇塞！你没有死。爸爸没事，都是假的。爸爸不会死。张大铁一想到这些天苦练的那些英语，琢磨过味儿来了。这你要干啥？干啥呀，咱们 ？You're all lying to me. I'm so angry. 是 angry 还是 hungry？ 对，我很 angry。是我为什么在说英语啊？我们全家都对不起张大铁。现在我跟他说话，他是这样的：我爱你。我的公公婆婆从加拿大来了之后啊，俺家太闹了。我昨天呢就使了个坏，我跟我同事说，一会儿啊，你约俺家这3个老外去玩密室逃脱。就俺家这仨人的汉语水平，那可以说是3个臭皮匠顶个臭皮匠。一旦进去，1天都出不来，我就可以清闲1天。我同事说没问题，姐，给他们关进去。结果下午1点，我同事给我打电话说，姐，我接到他们了，但是现在计划发生了一点意外。你家这3老外发现中国的密室逃脱，他居然讲中文，去张大铁的幼儿园把张大铁给接出来了，给他们当翻译。现在这个臭皮匠组合还非常有信心呢。臭皮匠组合是这样分工的：布莱恩经常玩密室，提供经验；大胖媳妇儿博士提供智商；温迪常年抠门，提供细心；张大铁加拿大叛徒提供中文。他们把张大铁的存在珍视为加拿大人的汉语桥，他们认为他们这个组合简直天衣无缝，绝对能打破这个密室的通关记录。这4个人兴高采烈地来到了密室逃脱，在第一个线索这里发现了第一个问题：张大铁这个汉语桥他不识字儿。那得就是什么？那是真的。这是什么？我哪知道啊？ Do you know what that says? 我是中国人，但是我不认这，不认这。紧接着又出现了第2个问题：张大铁这个汉语桥他还不会翻译，桥的意思是连接，而张大铁他只能说是一个汉语的断桥。 Equals one, and that's racist. No, where's another one? 光芒，掰这个，掰这个，拜拜。不要掰
my bike. I'm here. This one didn't even move. It only didn't even move. It only. 广播一说话提供线索，所有人都看汉语桥。希望对你们有所帮助。What did you say? 都看我干啥呀？按照顺序重新装填蓄电池。都瞅我干啥呀？刚才他说什么？我知道他说啥，我不知道咋跟你说。密室逃脱的工作人员也很担心，因为按照这个速度，他们有可能因为缺氧死在里边。张大铁一直在求救，这些老外不认字儿。喂，这些人都不识字儿，怎么办？说成啥？ 4, 2, 3. 你好，人叫老外已经玩头发了，请帮帮我。你好，我饿了。他们彻底被困在了这里。张大铁这脑袋嗡嗡的，他跟我同事说，我要给我妈打电话，让她把我救出去。我看着还是心软了，我就出发去接他们了。这天阳光还挺足，不能光顾着美，防晒可不能忘。我最近很爱用修丽可防晒小银伞，护肤最后一步轻轻一涂，美白防晒两手抓，一整天咋折腾都不担心，不用补。最近跟他们频繁外出，用它不但没晒黑还白了。我接到张大铁的时候，他是这样质问我的：为什么把我和3个外国人关到这里面？为什么呢？但这还是真记仇。回到家了，都过好几个小时了，我寻气儿消了。我说张大铁，别生气了，妈不给你救出来了。为啥让我去？又吵我！哎呀，大胖媳妇和他妈在成都干起来了。 Don't eat any fish. The one that watermelon, you'll die. Too spicy. Jamie, Steven, Mulholland, that's enough. 完了，你奶你爸干起来了。这特不错。温蒂中国行第2站，我们来到了成都。温蒂他们仨吧，就非常挑食。我说你们这样来成都可有点遭罪。温蒂说我不挑食，我只是有些东西不喜欢吃。我说你不喜欢吃啥呀？他说我不喜欢吃动物的血、动物的内脏，除了土豆以外，所有的蔬菜、葱花、香菜等配料，以及所有辣的东西。结果到了成都，第一道菜毛血旺。怎么说呢？刚才温蒂说的今生所恨，尽收眼底了，不能说是阴差阳错吧，只能说是应有尽有。他问我张大明，你说实话，这菜是不是临时发明出来针对我的？他说动物中他只爱吃鸡，我让厨师辣子鸡做个微辣，但上来还是这样的。温蒂问为什么只有辣没有鸡？我说有鸡不太辣，他说太辣没有鸡。我跟外国人关于辣子鸡陷入了无稽之谈，这就导致来到成都之后，他们仨啥也吃不了。我们一起吃完饭，大胖媳妇老得领着他妈再去买鸡块、薯条、土豆泥。然后今天我们就来到了乐山大佛景区，去的时候吧还挺开心，背了一大包东西，怕孩子饿着晒着，想的可周全。但是吃午饭的时候就爆发矛盾了，景区附近吧全都是川菜，大胖媳妇还特意给他们点了个西红柿炒鸡蛋和京酱肉丝，但是温蒂他们依然觉得辣，吃不了。我还问我说你怎么定义辣呀？微辣、麻辣、变态辣哪个算辣？温蒂说我觉得蒜末、葱花、黑胡椒都算辣。于是12个人一桌，仨不吃，本来就挤，气氛十分尴尬。我不听你们都啥做法？温蒂就问大胖媳妇，你就不能给我们找点我们能吃的吗？大胖媳妇说，我特意给你点的菜，那2岁男婴和坐月子的都能吃，你咋不能吃呢？再说就因为你们所有人来到四川，放着川菜吃不了，去快餐店陪你们站着挖土豆子，你不觉得很不公平吗？母亲。然后温蒂就生气了，哎妈，乐山大佛都没有化解俩人的矛盾呢，完生气了，他俩像没事似的，我有点着急，我好像总觉得就是毕竟是远道而来的客人，作为主人我有点上火。大胖媳妇说，这有啥上火的？你当年去加拿大的时候，那些加拿大人请你吃的糊土豆子、炸土豆子、烤土豆子等加拿大菜的时候，你也没有预期说那不行，我到这儿别人得领我去吃中餐，得吃小鸡炖蘑菇。我一听我说，我觉得你说的对，他们不适应也不是我的问题，我也不上火了，不管了。然后过了几个小时，温蒂就有点忍不住了，就主动来跟大胖媳妇示弱了。我并不是一个刁钻的人，只是从土豆子到毛血旺，我也需要一点时间。我跟大胖媳妇说，这折腾一天，其实你妈也挺用心，给全家带的这理肤泉 B5 修复霜太准确了，晒红脱皮问题修复的又快又好，没有酒精，像扎铁脸上这样厚敷一层，15分钟后擦干净就行，脸上身上都能用，在家出门都备着，像敏感、泛红、干燥、起皮等等皮肤突发问题都能用上。娘俩暂时算是破冰了。然后我发现温蒂他们挑食这个问题哈，其实也好治，就跟小孩似的，他不吃你就饿着他，你别心软，2顿饭之间别给零嘴，饿到位了自己就好。果不其然，下午3点33分许，温蒂花3块钱买了个电饭肠，嘴硬说是给孙子买的，其实让他吃。温蒂说你也得理解，我们是外国人，我们天生的味觉和中国人就不一样。大胖媳妇指了一下张大铁说，也不一定吧。我